五行山土地秦福德，你可知？我不过为了那猴子几口水喝，便触怒了不知哪位上神，将我贬至凡间。这3000年，我兢兢业业，哪知一步踏错，全落了空。这是我穿越前的土地庙，我回来了。不对，我香火神力尽失，竟和凡人无异了。这是，嘿嘿，好小子，当年你那一口水，俺老孙可没忘。今日便送你一场造化，拿着3根救命毫毛，遇到难处便用上1根。若你心术不正，便当我看错了你，就此贬落凡俗，了却余生便罢。若你能当好一方土地仙翁，让此地居民安居乐业，自能修成正果，正道金仙。嘿，俺老孙去也！大圣，谢大圣，小老儿感激不尽。是神力，是9品香火神力，仅1根毫毛，竟然让我重塑神位。虽然只有9品香火神力，但足够施展土地神通了。我当了3000年土地，可人间仅仅只过了30年。大圣给了我第2次机会，让我当好土地，可此地是非因果纠缠，竟有沧海桑田之感。该死！为了赶去解决拆迁纠纷，没想到路面这么滑，直接冲下山来了。要不是有这棵树拦着，我怕是要滚下山去了吧？该死！这可怎么办呢？救命啊！哎呀，终于落地了。这身衣服，土地公，土地公显灵了！多谢土地公保佑，多谢土地公保佑，多谢土地公保佑。你，看你怎么这么眼熟呢？你
你是秦福德啊！30年前你不是死了吗？王叔，您怎么说话呢？我这不好端端的活着吗？真是福德啊！妈哟，你刚刚可是救了我的命啊！你这30多年你都去哪儿了？还有，你怎么还这么年轻啊？还有，你这衣服，难道你真成土地公了？王叔，30年前我被一位高人带走，一直在山中修行，如今学成归来。哦，对了，我爹娘还有老婆孩子呢，我这次回来一直找不到他们。你失踪没多久，山洪肆虐，冲毁了整个秦家村。什么？难道整个秦家村都……但万幸啊，你的儿子建业，当时在城里上学，他逃过了一劫。真的？那你能带我去找他吗？就算你不说，我也正准备去找他呢。停下！快上车！王叔，您这伤要不先包扎一下？还有这车。哎呀，就我这点小伤，这个破车等过后再说。我现在是村长，你家的事儿比什么事儿都重要。如果这次的纠纷解决不了的话，会出人命的。哎，快走！哎，快走！胡氏集团这帮畜生，只要我守在这里一天，你们就别想欺负村民。原来王叔成了守护一方的村长，而大圣让我当好这个土地公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狗日的，跟你们拼了！这是怎么了？建业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村长，秦初胜那个王八蛋，下午带了好多人过来撵人，我豁出命来跟他们干了一场，暂时把他们打跑了。这位是？你没认出来吗？他是你爹呀！村长，你就别给我开玩笑了，我爹比我还年轻呢。建业，是我。你仔细看看我。我爹30年前失踪了，你，建业，是我回来了。你这伤，好孩子，有什么难事儿跟爹说，爹帮你扛着，帮你解决。秦家村的人死得冤呐！这么说，秦家村是被胡氏集团给害没的。你失踪前，你还记得他们砍树吧？这秦家村外围的树，没几年就被他们给砍光了，这山都秃了。结果水土流失，山洪爆发，混合着泥石流，把秦家村给……哎呀！他们现在还打着什么山神的旗号，又建了好几个工厂，现在又来征地，说是什么山神的旨意。若真是山神，岂会如此行事？山神保佑，山神保佑，山
山神保佑啊！山神保佑啊！山神保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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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原来是有人伪装哄骗村民。如今那个山神成了胡氏集团的倚仗，又是做法，又是赐福治病的，还有不少人真信了他。哎，这什么动静？肯定是秦初胜那个王八蛋！我把他打跑之后，他说要请山神来惩治我。我去！既然是山神，正好让我去会会他。哎，秦哥，这黑狗血也太腥了，能管用吗？山神说管用，那就管用。咱们一会儿把这个泼到他们家墙上，保证他们家灾祸连绵。这秦建业本来就父母死绝，这下我要让他彻底断子绝孙。我就不信他能不害怕。若你心术不正，便当我看错了你，就此贬落凡俗，了却余生便罢。若你能当好一方土地仙翁，让此地居民安居乐业，自能修成正果，正道金仙。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你们在这片地界上做的恶债，便从今日开始还吧。秦建业这个兔崽子今天给了我2拳，这黑狗血，老子也要给他双分。你跟我一块去，我数3、2、1，咱俩就跑。好嘞，秦哥，走着走。准备，3、2，我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秦哥，好像有东西拽着我脚了。我也是，谁干的？起开！别动！一定是天太黑，没看清楚。走，再来啊！秦哥，这不会有什么脏东西吧？咦，咱们有山神庇佑呢。再说了，咱这么多大小伙子，怕什么？走！哎，秦哥，你们俩给我去，就往他家门上扑。去。走！秦哥，要不咱们今天不弄了？你爬他个蛋！再去。秦初胜，秦家村。你手机换曲了？我没动啊。秦初胜，秦家村。这声音，它好像是从地面传过来的。秦初胜，秦家村。妈，撤！今天先不干了，走！秦哥，这好像还是秦家房子呀。我们是往外走的呀，这怎么回事？秦初胜，秦家村。马家气，明天给我打马家气！大哥，
哥，大哥，快，秦哥慢点。这地脉传声与小小根须不过是开胃菜，待我神力提升，定叫你们明白什么叫因果报应。可是无人拜庙，我这神力如何恢复？什么？他们要把土地庙给拆了？谁给他们的胆子？哎，这胡氏集团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集团经理那个胡壮，明天要带人把土地庙给拆了，另立山神庙，所以才派秦初圣来赶人的。那今天我在这没走，难道明天他们还敢强行动工不成？哎呀，那个胡氏集团霸道的很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一定会叫人来，明天说什么也要阻止他们。毁庙事小，他们主要是想试探咱们。如果这一次咱们答应了，就会有下次，下一次。小鬼一送，阎王难缠。如果不把这坐堂的阎王拉下马，这方水土恐怕也不会安宁啊。明天先去治治这地头蛇。闹鬼？咱们有山神大人庇佑，你他妈的还怕鬼？看你摔的这逼样，我说出来就觉得丢人，一点小事都做不好。今天你就给我滚回总部去！是胡总。秦哥，总部那里好像有记者在偷采水样。什么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走，去把他头打烂！给我拆！住手！谁允许你们拆的？王大林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早都给你打过招呼了。怎么，你还要阻拦我吗？你想想我们胡氏集团在市里面的地位，你再跟我说话。依天庭律，凡未受玉帝敕封，未入鬼仙之籍，擅受人间香火者，谓之淫祀，窃取神位，欺瞒百姓，按律当受五雷轰顶之罚。哟，还天庭律，还淫祀，老子管你是谁！老子今天带了这么多人，还有挖机，难道就凭你那几句屁话就让我们走吗？做梦！给我拆！我看谁敢拆！我记得你是秦家村的孤儿是吧？全家都死绝了，就剩你一个人在这苟活，怎么还对这个破地方放不下吗？我们胡氏集团对你的补偿不少啊，你就不能拿着钱在城里安安分分的过日子吗？那样不强吗？你们说的轻飘飘的，秦家村131口人的命啊！你们造的孽，花几个钱就完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没有爹养的野种，少在老子面前叫唤！好好的龙脉，你们敢挖？几百年的老树，你们敢砍？明知是违建，明知是犯法，甚至连这方水土的命脉都敢断。这楼起得越高，祸事就来得越快。哪来的小崽子？这儿有你说话的地方吗？我二狗，我记得你当年可是老实本分的我。怎么，
经不住金银财宝的诱惑，怎么扭曲成了这样？你怎么知道我？你不对啊！你是秦福德？你怎么还活着？对银寺，当破山伐庙，绝其香火。胡叨叨些什么呀？这个土地庙必须给我拆了！来啊，把这个老婶子土地庙给我拆了！胡老板，挖掘机陷进地里，开不出来了。什么？胡总，挖掘机的引擎坏了。这算好的黄道吉日，胡总裁把这个事交给我，谁敢给我搞砸了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王大林，这一间小小的土地庙，就是一间破房子，还拆不得了是吧？我们胡总裁供奉的山神才是真正的神。呸！你们那个什么狗屁山神，除了保护你们，干一些肮脏下流的坏事，还能干什么？话不要乱说！你要是再嘴欠，小心山神大人责罚你一道闪电劈你的脑袋上！作为土地公，我若不能尽职尽责，守护一方，那便是我神力微薄，无人照看的下场。向大圣的教诲，我便从此地开始，尽好我的守土之责。假借神威，行鬼魅之事，身披人皮，怀虎狼之心，这方水土，容不得尔等这般污秽。故弄玄虚，难不成你还真能施法？碎其金身，断其网面。雷来！大雷了！怎么可能？神神像被雷劈了！你们闯大祸了！我现在就去请山神大人！你们给我等着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哎呀，福德，你说跟高人去修行，原来是学到真本事了呀！土地庙显灵了，我们快去烧香拜拜吧！走！哎呀，保佑啊！土地公保佑！千爷，快回来！你女儿被打成植物人了！什么？小兰，你快醒醒！你快看看爸爸呀！都怪你，怎么劝都不听！那胡氏集团真是个土皇帝！你非要斗，现在好了，大儿子没出息，小兰刚进新公司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小儿子他要再有点什么事，这日子还要不要过了呀？这帮王八蛋，我跟他们拼了！你们别激动，还是先给小兰治病吧。你是谁啊？我们已经叫了专门送去城里医院的救护车，你能给治什么病啊？小红，这是咱爹，你公公。秦建业，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，什么公公不公公的，他要是现在能把小兰治好，我认他做爷爷都行啊！哎呀，别说了，
虽说是土地公，哪怕刚有村民增加了些许香火，却也没有治病救人的办法。等等，大圣说过，这毫毛便是应对凡尘俗世而用。浑身淤血，头骨碎裂，这不光有毒素，居然还有煞气，还积累了这么多。这事儿恐怕不是污染水源这么简单。身为青茅山土地，我必寻个究竟。这胡氏集团竟然以青茅山为阵，拿此地所有人的性命来做祭品。既然你敢种下这恶根，就等着吃恶果吧。我只能延缓病情治标，煞气却必须要解决整个钉在青茅山的阵法来治本。可是我现在的神力只有9匹。小兰，你醒了！快让他们去检查，快去检查！秦建业，给老子滚出来！老子今天不整死你，我就不姓秦！秦初胜，这事是你干的，你他妈还是人吗？哎呀，哥，你可别乱说话。你女儿去了不该去的地方，我帮你教训教训。怎么了？你这畜生！哎，你天天忙着闹事儿，没时间管教，我帮你还有错了？当然，你也不用谢，这都是山神大人的旨意。你们的那点小把戏，根本骗不过全知全能的山神大人。你们这次是撞上铁板了，山神大人马上就要到了。二狗，你信奉山神，那你信因果报应吗？为了一己私欲，对我的孙女下如此毒手，无可救药。秦建业，你们秦家村的人还真是一脉相承啊，全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。胡说！我他妈抽！他已是将死之人，何必沾染这份因果？死到临头还在嘴硬，我有山神大人赐的神力，身体硬朗着呢。若你口中的山神真有神力，那你脑中的瘤子恐怕早就消失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不可能！山神大人绝对不会骗我的。我胡撞的这个瘤子没好，那只是时机未到。这世上哪来的山神？不过是你自欺欺人罢了。何人在此妄议本神？还不下跪认罪！难道真的有山神？大胆！见到本神为何不跪？跪，目猴而冠，假冒神明，这份业障你承担得起吗？竟敢侮辱本神！天降神罚，你可不要吃不了兜着走！这点把戏骗骗村民得了，还敢自称山神？你本神承认你有点本事，但本神是奉了天庭旨意行事，你若执意逆天，可是要遭天谴的。天庭旨意？你上过天庭吗？你可曾见过三清四御、五方五老？三清四御、五方五老，这二位大人
本神自然是每日都见，昨日还一同饮酒来着。听见了吗？你说那2个人和我们山神大人是好朋友，是兄弟，你一个凡夫俗子，还想试探山神大人？可笑！先不说，一共是12位正神大人，就算你真的是山神，那也配日日得见？想我在位3000载，也只不过见老君一面。敢问你上的是哪个天庭？原来你们供奉的山神是个假的呀！怎么不说话了？巧舌如簧，本神不屑与你争论。既然你们执意不肯让出土地，那本神今日就让你们永远在这地里陪着这块地。哼！今日就让你们承受侮辱本神的代价！先把这院子拆了！不可能！你这是违法犯罪！快报警！违法？在这个地界有什么法能大得过我们山神大人？山神大人在此，我看你们还有什么把戏？红土成钢。哼！女子成钢，画地为牢，闲杂要挟，处之击碎。哼！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演戏呢？演戏？妈的！我说你怎么装得这么自然？原来是秦建义雇的演员。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不挖？山神大人，这房子太邪门了，明明是砖瓦房，却像铁一样，根本挖不动啊！胡总，该不会这挖机坏了吧？你放屁！这挖机是老子上个月刚买的进口货，怎么可能连这个破房子都拆不了？肯定是这个蠢货不会开。畜生，你上去试试。下来，下来。胡总，这也太邪了，要不还是让山神大人出手吧。废物！你也给我滚下来吧！哦。山神大人，我这挖机是进口的呀，绝对没有问题。你快出手啊！废物，这点小事都搞不定，当初就应该让他别买这个型号。关键时刻掉链子，我他妈又不是神仙，怎么出手？算了，先硬着头皮试试吧。你们有人想着去！有戏！哈哈哈哈！动了！你们去死吧！山神大人，神通盖世，神通盖世！啊！这。花二狗，你助纣为虐，断了这方水土的灵根。你脑中的恶疾本有生机，却信了伪神，误了性命，
至此，你可有悔改之意？你少在这忽悠我！至今还执迷不悟。你可知那山神只不过是催命的冤魂，你向他求福报，得到的却是催命符，被至亲戏耍如此，可悲啊！什么至亲？我哥怎么可能会害我？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我现在的身体哪都好，山神大人赐我灵药才到今天，我吃完之后浑身神清气爽，老子的命硬着呢！看见没？这是仙丹，你一个穷村演员，你懂吗？老子有神灵护体，长命百岁。那只不过是透支精气的毒药，你方才惊吓入骨，气数已尽，原本还有救，如今已是无力回天。你这个人纯属放屁！老子现在浑身有劲儿，老子还要拆了你这个破房子，老子还要把你们全埋了，老子还要……胡总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晕过去了，遭报应了！快打急救电话，快！对，这位山神，为何不施展你的神通，反而想叫救护车了？这山神没有神力啊！这纯属巧合，灵药乃仙家重宝，不可多服。无状贪心吃多了，药力过急，冲了心脉，才会出这状况。嘿，啥话都让你说了，你要真有本事，现在就施法救他呀！哼，本神降妖除魔，法力用完，今日且先放过你们，改日再来清算。对，山神大人今日法力耗尽，算你们走运。秦初胜，你这个孽障，你父母皆被黑心伪神所害，你现在却认贼作父，为虎作伥。这个没良心的畜生，父母的仇不报，却给仇人当上了狗。闭嘴！你们都是放屁！我父母都死了，有谁给过我赔偿啊？是拜了山神大人的胡总，你们有人给过我1分钱吗？今天就把这个破房子给我拆了，给我拆！见利忘义，贪嗔痴一样不落，无药可救。拆！给我出事儿了，秦初胜也被砸了。六耳猕猴能惑世人一时，却难逃如来金钵一变。你这个伪神能瞒过凡人，却没法瞒过这因果。什么因果？我不懂，不懂。胡总，这就残了。刚才这山神爷还显灵着呢，现在怎么哑火了？什么显灵？我看这是撞邪了。你们瞧瞧，这秦福德从头到尾动都没动，胡家这几个就全在了。哎呀，你别说，相比那咋咋呼呼的山神，这秦福德反而更有高人的做派。咱们以前是不是供错神了？我看也是，那蒙面的家伙除了能喷点烟、扔点药丸，啥本事也没有。也是报应，这就是报应。他们胡家在这青毛镇为非作歹，横行霸道多年，今天终于遭了天谴了。走。神仙饶命，我错了，都是胡总裁指使我这么干的。你说的是胡建？对，是他，都是他的错。初识戏子，久受香火，便以为是真神。你起初只当是演戏，但受到了众人的崇拜，便以为真的拥有了权势。光，你身上有光，原来你是真的山神。山神爷爷饶命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都是胡氏集团他们这些年做的那些脏事儿，我全都知道，求你饶我一命啊！真的是演戏，咱们被这帮骗子耍了这么多年。造孽呀！
要不是秦老头回来，咱们还得被这帮畜生骗到什么时候？一桩桩，一件件，如实招来。我劝说，胡总和他上面的那些领导，不只是乱砍树导致水土流失，他们还做了一整套规划。那些乱盖乱建的那些建筑，还有排放污水的工厂，根本过不了审核。于是他们动了歪心思，废弃了原来的土地庙，另立新造，立了我这个假山神。在那些人威逼利诱下，村民们根本没法反抗，要么被分化拉拢，像秦书圣那样，要么像秦家村一样，成为被牺牲的代价。胡壮这帮畜生真是罪有应得！你还知道什么？把证据交给我，只有掌握了证据，才能扳倒胡壮背后更厉害的老板。不可能的，完全不可能的！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演员，我完全没有掌握他们的把柄。我的这些供词只会让他们丢卒保车，像他们上面的这些大领导，根本不是一般人能扳得倒的。哼！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当真进局子！诸位乡亲，请安心回家。今日之事自有公论。神仙放心，这房子虽然被胡家那几个畜生给毁了，但是俺家能出力气盖房，我随时能到场帮忙。他们破坏房子需要证人，俺们一定站出来，绝不含糊。瞧瞧，这才是真正的山神爷。哦不，土地公，这气度就是不一样。说得对，那假山神庙咱们再也不去了。现在我们就去村口那座破坏的土地庙收拾一下，重新供上。对，走。爷爷，我刚去城里托关系，专家终于找到了，随时都可以做手术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医生明明说很严重的。多亏了有爹在，兰兰现在好多了。王村长，您放心吧。哎呀，秦岚平安无事最好啊！但我听说胡壮他……村长，秦神仙，胡壮在送医院的路上就不治身亡了。秦初胜虽然留了条命，可医生说他脑袋伤得重，恐怕要变成植物人了。活该！他把小兰伤得这么重，死不足惜。亏他还是秦家村的人，数典忘祖的东西。说起这事儿，小兰，他们为什么要对你行凶？爷爷，你怎么知道我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可别吓我！小兰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工厂的排污口。我之前听王村长说，最近村子里总有老人因为干涉问题去世，就想着取一些水样去检测。结果我刚拿到水源，就被一群人拦住，二话不说就要打我。无法无天，简直无法无天！你一个女孩子，他们这么多人，怎么能下得了手啊？他们像疯了一样的打我，我都以为自己要被打死了。臭娘们，赶快胡总好事！这他妈不就是土皇帝杀人灭口的情景吗？谁让他们如此嚣张的？他眼里还有王法吗？什么？林氏集团要来我青茅山？没有人提前通知我呀？哦，好的，你放心，我尽量安排人接待啊。林氏集团是那个要造工厂那个林氏集团？对呀，上面领导特别重视。这位可是真正的财神爷，手指头缝里随便露出来一点，都能让一个村和县富裕起来。
但他为什么突然来我们青毛山呢？难道是来视察的？不会和胡氏集团？王村长，你们别太过分。胡氏集团什么分量你自己知道。要是不配合，把今天这件事压下去，你这个村长也就当到头了。胡建，你少来吓唬我！就算这个村长我不做了，我也要让你们这帮混蛋付出代价！哼！这可怎么办？这是……运力竟然这么快，就拥有8匹神力了。不对，7匹。哎，你们快看，现在的网络真快呀！嗨，这是刚刚村民拍到的山神陷入泥里的视频，还有山神被雷劈的视频。这么快，全村的人都看到了。哎，现在村里边的人都排着队给土地庙上香呢。原来如此。世界信息太过发达，村民们又苦胡氏集团久矣，这才把我当成了救星。大圣让我当这青毛山土地，百姓有远加持我神力，自然要负责到底。不行啊，就放弃算了。这么多年来寻访高人，都只是骗子而已。怎么能放弃呢，爸？你这病虽然医生难治，但这世界这么大，我就不信没有高人解决不了你这种疑难杂症。好，这次我就再相信你一次啊！你说这青毛山有什么神？山神啊，就是那个您要投资的胡氏集团的胡总裁，专门向我推荐的。说这里边有一个特别灵验的山神，一定能治好您的病。爸，我知道您不信这些，所以这次也刻意没有通知任何人，就是怕他们提前准备好什么把戏来骗人。哎呀，闺女有心了。张叔，怎么了？突然有好多人把路都堵了，好像是来拜神的。哎，爸，你看这么多人拜，这山神一定灵。嗨，单纯只是拜的人多，那景区的寺庙应该是最灵的，两者没有相关性。哎呀，爸，知道你是个讲究科学的人，但这世上，如果有人能把我的病治好，我宁愿倾尽全力，把这里打造成世外桃源都行啊！这可是你说的啊，爸。那我先去看看。好。我这病啊，已经回天无力。山神又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什么时候到我？没点许愿呢？可灵了！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枯木逢春，我的草药，居然重焕生机了！这是重大发现呐！我们中草药学院的数据有救了！不是吗？一定要保佑我们！呀，你看呀！爸，你的病有救了，真的有神仙！我想着净化土地中的毒素，没想到
意外通过山神庙激发了青毛山万物的活力。怎么回事？妈的，谁在里面乱嚼舌根呢？是，胡爷说了，今天屋子里的人要么签了封口协议滚蛋，要么自己看着办。怎么着，还想杀人灭口不成？青毛山还有我这个村长在呢！你们胡氏集团这种土匪的做派也太狂妄了吧！别以为胡壮和秦书胜倒了你就厉害上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那个戴面具的只不过是临时走过场的替身。真以为胡氏集团只会做样子啊？我们胡总裁结交的真人大师，哪一个出来都能把你们给解决了。看样布下法阵的人就是这胡氏集团了。哟，你就是那个秦福德吧？他们都说你是什么土地公，要不你给我展示个吞刀喷火？胡氏集团我自会亲自拜访，我倒想看看谁敢犯下如此罪责，行忤逆天地之大罪。就你还想亲自拜访胡氏集团？林氏集团总裁林勇，董事林曼曼，求见老神仙。老神仙？这哪有什么老神仙？听土地庙的人们说，本地真神土地公就住在此处，难道是我找错了？找错了，找错了！青毛山的真神只在胡氏集团，你们要想见的话，我可以帮忙牵线搭桥。不过嘛，我看你们还挺有钱的，那这点疏通关系费的话，给个10万块就行了。胡氏集团不是您投资的？今天刚有个假山神被拆穿，你们竟然在这里说什么真神？你们好，我叫王大林，是这个村子的村长。好，两位千万不要轻信这帮泼皮无赖的话呀！你们要找的人可是叫秦福德？对对，他们说的土地公就是这个名字。哎呀，土地公，好大的口气啊！敢在胡爷的地界上招摇撞骗，你们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兄弟们，给我砸！什么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贵客光临，有请屋内一叙。你给我等着！我这就真神过来收拾你！我叫秦福德，原秦家村生人，幸得机缘成为青毛山土地公，承蒙父老乡亲高看一眼，叫我神仙。就是电视里演的那种土地公吗？秦先生，是这样的，我并不信什么土地神仙，只是……爸，少说两句，我来说就行。秦老神仙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爹他得了怪病，难以医治，所以这才……
怪病难医，所以求仙问道可以理解，但是找到我也没有办法能够立马医治。我就是让您帮我分析分析，我到底得的这是什么病？不要像那些大师一样，被我拆穿之后说一些语焉不详、模棱两可的话来。爹，秦老神仙，我爹他这么多年，其实也请了所谓不少的名医和半仙，但都没能医治，所以治病看医自有缘法。我之所以让您进来，不是看您可怜，而是看您心脉微弱，煞气入肺，只有1个月可活，于心不忍罢了。可是医生说父亲至少还有几年。老神仙，请原谅我刚才对您不敬。爸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他说的都对啊。我没有多长时间了。爹，你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。老神仙，我并非刻意对您不敬。您刚才在屋外那一手，我并非眼睛瞎，我自然看得到，您是有真修行在身的。我只是不愿意让孩子知道的这么早。我当然知道您是在瞒着，但我现在说出来，自然是有解决之道。老神仙，我求求您了，只要你能治好我爹的病，您尽管提条件，能答应的我都答应。令尊的病若无煞气，片刻即可医治。难就难在他年轻的时候煞气入骨多年，一过中年又硬撑许久，加上心病久愈，最终身体衰败，药石难医。我年轻的时候当过海员，在远海待了30年。后来您又硬拖着不去看病，可是您到底有什么心事没说呀？自是亏心之事，难于启齿。老神仙，我自知将死，也没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。我年轻的时候犯过错，帮朋友开公司，发山开路，回家拆墙，让不少人流离失所呀。为了钱，我是无所顾忌的。过后这么多年，也想明白了，这些事一直让我寝食难安呐。老神仙，他3点说的全对，一字不差，让我心服口服。老神仙，如果您能给我个机会，我愿诚心忏悔赎罪。一来病需要医，不必多说；二来海水性寒，煞气侵骨多年，当以森木之气静养，方能化解。三来做些事情让内心平静，方得始终。所以您的意思是，我们需要移出森林，静养，吃药，还有……老爷，外面突然来了几号人。嘿嘿，恭迎胡氏集团供奉左相程大仙。程大仙，你们真是有眼无珠啊！
放着胡总裁推荐的真神不拜，跑来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寻什么仙啊？简直是南辕北辙。这位程先生是？哼，我当是什么？不过是些许阴邪入体，何须大费周章？去！我怎么感觉我浑身发热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谁让你们这么做的？爸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你身体好了？看到了吧，这才是真正的通天神术。程大仙挥手间起死回生，你的那些神神叨叨的术法，不过是上不得台面的旁门左道。秦老神仙，这到底是？以生灵精血为引，强行透支寿元。这符，你在用它的时候，难道就听不到生灵的哀嚎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且问你，为了炼这道续命符，你在这青毛山地界到底残害了多少人的性命？我这符篆吸收天地日月精华，乃是正宗仙家手段，怎么可能害人？你这个不知哪里冒出来的骗子，分明是嫉妒我的神通！我看你！听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侵占青毛山、窃取龙脉生机所做的恶事。每一道符所用的煞气，都是无数人的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。这种东西纯属子虚乌有，他这病谁能治，谁就厉害。他现在能站起来，就是我的本事，就是胡氏集团的本事，这一点有谁不服？治病，你那分明就是催命。林总本有1个月的寿数，在你这符咒的强行透支下，3日之内，他必会精气透支而暴毙。到那时，你一定会再用符咒不断为其续命，以此要挟林总与你们胡氏集团深度合作，甚至吞并林家。你怎么？面对你这种妖言惑众的东西，我并不能留情。去！你这符咒皆从地脉汲取煞气而来，若地脉断绝，我看你如何承受这因果。看，给我看！这就叫因果相随，谁练的符，困在下面的怨魂便会追寻谁。快烧我了！救我！啊！你们这帮废物，救我烧着火了！快把程大仙带走！走！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老神仙，救命啊！老神仙！
我竟然没有咳血，我胸口沉重的感觉也没有了。老神仙，我肉眼凡胎，刚才差点误信了胡氏集团的那个贼人呐！太好了吧？您真的感觉好了吗？我明白了，我这前半生利欲熏心，造了不少的孽。如今我捡回了这条命，老神仙若不弃，我愿在青毛山静养忏悔。您看，想在此处休养，恐怕也难有效果。为什么？难道我父亲的病还会反复？青毛山已被胡氏集团践踏许久，他们在水库私设化工厂排污，更有恐怖手段布下阵来，致使此地污染横行，煞气冲天。这种环境之下，灵机断绝，何谈润养？我女儿秦岚只不过就想监测一下水质，就被胡氏集团那帮畜生打了个半死，还威胁我们说要让我们全家消失。爹，亏着今天有这么一趟，不然我们还当胡氏集团是什么模范企业，还准备投资呢。若非亲眼所见，我恐怕是要被他们那些表象给骗了。钱老神仙，秦岚妹妹的公道，我林氏集团一定帮她讨回来。官司程序我都亲自盯着，只是我父亲静养的问题，难道我们要换个地方？不，修庙、净水建林，老神仙，只要你发话，我都照做。我要全面改造青毛山，我林氏集团对青毛山的投资定了。爸，您说要重金筹建那老神仙，为什么他第一件事不是要求重修那座土地庙，反而是让您订购那么多石像？这是为什么？曼曼啊，既然咱们选择了这条路，那就只管去做，不必问为什么。这叫诚，心诚则灵。喂，哎呀，林总，误会，全都是误会啊！程杰那个家伙自作主张，我已经把他开除了。嘿嘿嘿嘿，林总啊，您看青毛山投资的事儿，咱们是不是再约个时间？胡总啊，程杰那道符毫不分说打在我的身上了。他有问过我吗？若不是土地公的点破，我是不是真要被你们这道邪符控制，变成你们胡氏集团的提款机？哎呀，这个林总啊，您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当面向您解释。调查。好吧，那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妈的，废物！这群废物！妈的，程杰他怎么办的事儿啊？现在正是化工厂融资扩建的关键时期，万一林有那个老狐狸他撤资，我们的资金链断裂，我怎么给上面交代啊？胡总，依我之见，这症结不在林勇，而在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土地公，是他废了程杰的法术，才让林勇反了水。得在叶真人闭关回来之前，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他。怎么解决他？那个视频你都看过了，现在那么多人拜那个土地庙，说明那个家伙邪门的很呀！哼，土地公，这哪有神仙在人间有儿女的？
我刚查到，他孙子就在中医药学院赵德柱的门下。嘿，拿捏他还不是易如反掌。林勇的院里果然纯红，加上村民重新供奉，我的神力竟然恢复到了6品。现在神力雄浑，可以施展一些威力大些的术法了。什么？你说小天儿昨天去采药之后，到现在没回宿舍？奇怪，这片林子咱们已经走过3回了。小天，你看这树上这个痕迹，咱们一直在转圈圈呀。教授，没信号，这地方真邪门，咱们是不是遇上鬼打墙了？胡说，什么鬼打墙？这个是磁场干扰。我现在没心思管那些迷路的事儿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土地庙那棵枯木逢春的树，那个细胞活性完全就违背了生物常识啊！你说，咱们如果能找到这个背后的原因，那困扰咱们学校多年的课题，那不就解决了吗？教授，现在村里短视频都传疯了，说那是土地公显灵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谁信那个？那个是封建迷信。喂，小天儿，你可是高材生啊，你信吗？我当然也不信。走。教授！这藤蔓动了。教授，你别动，我想办法救你。可是我眼花了吗？藤蔓怎么会自己动？专门挑选地脉断绝之处，动用阴损法器，故意使人迷路。幸好我刚恢复了6品神力，能够对本地草木进行沟通，不然今日王教授恐一遭不测，小天也性命难保。难道他们对小天动手了？爹，你看，小天和王教授都失踪了，他们这帮人肯定没安好心呐。咱报警吧。报警？这帮人不敢明着来，便动用阴损法器遮蔽山川，警察上了山也只会迷路，最后被定性为意外失踪。这笔因果可比他们想象的大多了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干等着吧？你现在最该做的是通知小天所在的学校，尤其是王教授的顶头上司李院长。找院长？院长能救人？儿子，你要记住，哪怕是上了天庭，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，职高一级好办事。大学院长和派出所民警，你觉得他们哪个能给胡氏集团带来更大的压力？他们哪个能给更高级的能量去重视这片荒山？哎呀，对，这王教授是国宝级专家，大学的级别可比他胡氏集团高多了。爹，人都说家有一老，如获至宝，过去可没人教过我这，今天算是你给我补了一课，我这就去办。这30年，我欠了多少债呀？这迷魂幡可是叶半仙留下的宝贝，就算是神仙困在里面，也绝对出不来。待瘴气一满，他们肯定会中毒昏迷，到时候死在山里，谁也查不出端倪，只能算作是意外。军师，万一那土地公真像视频里那么邪乎，找上门来怎么办？
这荒山野岭连条路都没有，我们爬上来都费了半天劲。他一个老头，除非会飞，否则怎么可能找得到？可我找到你了！啊！梅露也能上来？难道真的是神仙显灵了？慌什么？他肯定是循着我们登山的足迹跟上来的。什么神仙？他身上半点法力的痕迹都没有，不过是个懂得追踪术的江湖骗子罢了。你们针对我是私怨，但你们用恶毒的术法针对无辜的凡人，甚至窃取青毛山数万人的生机来酝养煞气。你们是在掘这方水土的根基，如此行径，难道就不怕天谴降临吗？天谴！古人有云：天与不取，必受其咎。既然我们掌握了超凡的力量，那这凡人就活该成为我们的养料。这天下只有这种吸血的术法传承，就证明天道默许了弱肉强食。荒谬！你们口中的天不过是贪欲幻化的魔障，天道之意是损有余而补不足，是让万物各得其所。天与尔等天赋是为了守护苍生，而非凌弱报寡。你们掌握了掠夺手段，就以为掌握了天命吗？哼，少废话，去地府讲你的大道理吧！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土地公到底有几斤几两。你们怎么敢用人骨？他真的是神仙，神仙饶命啊！哎呦，敌不得！就算你有几分神通，也敌不过叶半仙亲手炮制的魂幡。这方圆千米已经被阵法锁死，就算你真的是神仙，也休想踏出半步！哎呦啊！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你以为你寻到了避风港，殊不知是自投死路。那魂幡下的冤魂和煞气，岂是你能驾驭的？爹，李院长到了。秦先生，我们已经在这里找了很久了，但始终没有找到王教授和我院的学生秦小天。如果他们真的在这里，我这就呼叫救援队的人上来救援。是啊，爹，既然找到地方了，我们就报警，冲进去救人吧。此地啊，乃魂幡所布迷阵，真不稀奇。但魂幡下黑气阵阵，因果深重。我若强行破阵，虽然可以做到，但魂幡下的冤魂怨气便会瞬间逸散。到那时，整个青毛山会沦为一片鬼地，冤魂肆虐，寸草不生。你们这不是专门带我来开涮的吧？这说的什么玄幻小说吗？哎，等等爹，那我们该怎么做呀？自是我亲自入阵。建业，你守在这儿，记住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叮嘱李院长他们，切不可入浓雾半步。消失了？不，这不科学啊！这不符合光学原理呀！哎，李院长，在我爹这儿，科学得往后排排了。好疼啊！好疼啊！好疼啊！怎么伤了这么多人？我得赶紧打120，救人要紧呐！哎，李院长，你别可怜他们，他们都是胡氏集团请来的职业打手。王教授和小天儿就是被他们逼上死路的。他们怎么敢这么干？
货！贾力这个蠢货！你又是谁啊？他竟然被逼入了绝境，带着魂幡钻进了死阵。若是魂幡有半点闪失，等叶半仙出关之时，我该怎么交代？该死！喂，胡总裁。起！给我起！地脉杀气，听我指令！怎么可能？这地脉竟然在反抗我！这方土地真的活了！王教授，你坚持住！王教授，你坚持住！秦小天，我马上就过来救你，教授。秦副的，我知道你在附近，给我滚出来，否则我就拉着你孙子一起下地狱！我哪来的爷爷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执迷不悟？我执迷不悟，我看你是想看着你亲孙子被直接划开脖子。我告诉你，我手上的人命可不止这一条。这份孽债你自己去还。你以为在这阵法内我会怕你吗？去死吧！怎么会？转回去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欺负我吧！就算你得到了魂幡，你出不去！这阵法，叶半仙的密咒，谁也别想出去！教授，这是真的吗？哦，是仙术。教授，咱不是要讲科学吗？无论如何，咱们还是先出去再说。尔等受困于此，吾以青毛山土地之名，开地外之门，送尔等入轮回。贾力这个蠢货，怕是把魂幡给丢了。这灭魂阵乃是死诀，除非有叶半仙的密咒，否则要等到7749日，阵眼枯竭才会开启。快去准备棺材吧！49日之后，这青毛山将是一片鬼域，
到时候我替你们收尸。不，我爹可是土地公啊！土地，这话你们还真信啊？那只不过是招摇撞骗。人心之阴毒，竟至如斯。这些怨魂，竟然大多是当年秦家村的人。原来，30年前那场滑坡，并非天灾，还是你们为了炼制魂幡而特意制造的人祸。这是人金身，那些怨魂救我轮回，功德直接让我神力大增。教授，我也能随意恢复生机，甚至直接提取精华，凝做仙丹。快把魂幡拿过来！这东西若有闪失你，你竟然超度了所有怨魂！你知道这面魂幡耗费了多少心血吗？你毁掉了一个无价的上等法器！你还有胆子提此邪物？这法器就是你们胡氏集团未来的下场。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这因果，今日是他，明日就是你们，谁也逃不掉。那是军师，军师怎么躺在地上？你还伤我军师，这仇我们胡氏集团记下了。去把军师抬走。好。走。臭小子，你吓死你爹了！我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快，谢谢你爷爷。这真是我爷爷吗？这不是小说里的神仙？是，也不是，只有称职才叫神仙。我还不算称职。教授，你慢点。我的腰！王教授，你自己就别动了，救护车就在下面，我们安排担架上来抬你。哎，李院长，你就别忙活了，在青毛山这地界找土地公可比找救护车快多了。土地公？建业，你要说秦老先生是深藏不露的武林宗师或者奇门术士，我们或者还能接受。那土地公这3个字，那不是神话传说吗？哎，就是，还是《西游记》里边那种啊！哎呦，王教授，你这扭伤可不是小事啊，伤筋动骨100天，回去之后你要静养3个月才能下地呢。哎，今日之事皆由我秦家而起，自然是由我来结束。那是接骨草和3七，原本是治疗跌打损伤的良药，可惜呀，这青毛山被胡氏集团给污染了。现在这些草药啊，不仅枯萎了，就连药性啊，也都是衰减殆尽。哎，除了我在土地庙前见到的那株奇迹，其他的草药
都不行了。嗨，这不科学啊！爷，这是法术吗？哦，我以青毛山土地之名，保证这药能够治愈您的伤痛。王教授，可愿一试？这完全没有经过提纯萃取，怎么做好的？难道是之前准备好的？哎，臭小子，就你话多！科学是实验与验证，不是盲目的否定。哎，老王，不疼了，一点都不疼了。哎，我怎么感觉我多年的老胃病都消失了？这不是骗人的吧，老王？你这气色看起来，最起码像年轻了10岁呀！哎呀，秦先生，我可是彻底服了。要说之前土地庙那个枯木逢春，我是有10000个理由不相信，但是现在呀，我信，这都是您的手笔呀。但是秦老，您既然有如此通天彻地的本事，为什么不施展法力，把这青毛山让它重新焕发生机，让污染的土地重新变回绿水青山呢？这才是症结所在。我虽承接土地神位，但毕竟目前神力尚浅。青毛山已经被胡氏集团这帮毒瘤寄生了30年，积弊已久，地脉已经是千疮百孔，煞气横布，单靠法力根本就无法逆转，都是治标不治本。爷爷，那我们就学愚公移山，您用您的神力，我们这些搞研究的就通过科学手段治理，无论是药还是人，只要有时间总能改变，对不对？好孙子，没想到你已经悟到了这一点。神力再强，但终究还是人心更重要。想要解决胡氏集团的问题，谈何容易啊！那胡氏总裁是市里的纳税大户，各行业背后利益纠葛错综复杂。那化工厂的污水一日不停的排放的话，我们怎么做都没有用啊！就像我孙子说的，只要愿意做，因果既动，神力自来。喂，什么？林氏集团林勇董事长特批的？好啊！王教授，大喜事啊！林氏集团刚刚宣布全额捐赠咱们学院一栋新的科研实验楼，而且拨了一笔10亿元的专项经费，专门用于青毛山的污水净化和生态修复项目研究。林总动作太快了，看来呀，他是铁了心的要和胡氏集团打擂台了。太好了！有了这笔经费，我们就可以建立最先进的水质监测站，这些珍稀草药的培育基地也可以立刻动工。之前因为污染造成的数据，也可以得到补救了。是啊。院长，我虽是土地公，但现在毕竟不是古代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守土有责的小神罢了，用不着行此大礼。秦先生，不，我应该称呼您为青毛山的土地公。王教授看的是草药，我想着这赞助与捐赠并不是平白无故的，有了林氏集团这笔资金，我们就能彻底的摆脱胡氏集团对我们的资金要挟了。院长见微知著，深知我苦心。我作为院长、副校长，这行政级别虽然高
但之前确实因为经费问题不能和他们叫板，但现在咱们腰杆子硬了，我必定会写一份详尽的报告交给上面。还有啊，我有几位老同学身体呀，可能不是太好，随时欢迎他们来青毛山静养。我作为青毛山的土地公，愿意尽绵薄之力。好啊，青毛山是我们大家的，我绝不允许那些蝇营狗苟之辈继续的祸害乡里，这点还请土地公您放心。好，正气汇聚，邪祟自消。院长，这方土地不会忘记您的功德。胡总，我错了，胡总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胡总，这是你敢不敢的问题吗？胡总，饶命啊！是那秦福德太邪门了呀！我没想到他竟然能超度魂幡里的怨魂。贾丽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我的规矩。魂幡丢了，夜半仙出关，所需要的最后一个拼图没了。哼，你觉得我怎么跟夜半仙交代？怎么跟上面的云主交代？我再去抢回来。魂幡碎了，没了。怨魂被那个什么土地公给消解了。可既然夜半仙需要足够的怨魂来达成目的，那我怎么在短时间内凑够数量呢？胡总，我是一直忠诚于您的，我这对，忠诚，这是我最需要的。所以接下来，我只能用你的精血、神魂来填补这些空缺。我不去，你不得好死！哎呀，五品神力，功德金身出城，在青毛山地界上，我已经基本无惧任何邪祟。只是胡氏集团这阵法规模比我想象中还要庞大，单纯毁弃魂幡，或许仅仅是延缓对方的计划而已。我也应该更主动一些才是。老神仙，您这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？林小姐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啊，我们刚去了趟胡氏集团，父亲身体不适需要休息，我就去应付他们的投资请求。实际上就是想看看这些人大概需要多少资金，以及他具体要投资什么。可是有哪些东西……情况不对，你被人诅咒了。什么？你头顶黑气盖顶，死命照显，这本是寿数将尽之人应有的死相。可你正值华年，气运本应该旺盛，如今这般，恐怕是背后有人刻意而为之。老天爷，要是刚才没停车，恐怕正好砸在咱们车上。若非老神仙拦着，恐怕现在已经……不对，死气并未消融，反而正在凝聚。林小姐，你现在立马去土地庙，那里有我留下的神力守护，切记不可乱跑。好的，老神仙，我现在就去。什么？王教授的助手在实验室摔断了腿？
李总在回家的路上遭遇连环车祸，修建山神庙的工人们都集体食物中毒，怎么一下子出了这么多事啊？老神仙，很多参与青毛山项目的人员都出了各种意外，现在整个项目都已经瘫痪了。原来是胡氏集团，他们魂幡被毁，月魂不够，于是拿活人的性命去填补那个缺口。他们是想用诅咒来逼我妥协。秦福德，你不是要当青毛山的守护神吗？我这百鬼厌胜术同时发动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双老手能接住几个人的命。思辰，希望这一次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了。叶半仙的脾气你是了解的，他要100个怨魂，那就1个不能少。胡总放心，我这百鬼厌胜是连环局，保证让这个所谓的土地公吃不了兜着走。好一个土地公，面对我的百鬼厌胜，竟然还靠着那点力量强行护持。我倒要看看他这双老手能接住几个人的命。给我去燃仙丹来，活出这条命，我也要活活的累死他。你这个计谋不错啊，只要有1个人因意外而死，准备好的记者就会立刻出动。明天的头条我都想好了，我要让信他的那些人亲眼看到，他们供奉的神根本保护不了他们的命。这种使用神力的家伙，若是信他的人一旦改了信，他那点本领也就烟消云散了。这帮人是要把我给活活耗死，但我怎会被动防御？从我知道你们水库布置阵法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想好了怎么解决你们。1、2、3，放！凡有邪法阵势，阴碎魅影，见此石像，如见神灵，镇压8方不响，化解百般煞气，奇迹如律令。这秦福德在施法针对我，胡总，您赶紧想想办法。这针被抑制住了，我的法术也会受影响。思辰，你绝不能停，若是断了，这30年积攒的煞气就会反噬，叶半仙要的1分都不能少。各位，立刻出发，给我查一下到底是谁在捣鬼，发现任何不对劲的东西，都他妈给我砸了！干什么？谁让你们施工的？妈妈，快！拖延到现在，神力消耗已达极限，我不信他们能始终坚持诅咒下去。哎，大家都快看啊！哎，快，快下来！这次新闻呢？哪来的记者？就是这个小伙，
自从他搞了什么土地庙，害我们全村天天出问题呀！他根本不是神，他就是个招灾的扫帚星。扫帚星。这2天，青毛山接连上百起连环意外，有诸多因素，但民众怀疑是土地庙的原因。具体详情，我们持续报道。他是个假的，他就是江湖骗子，都是因为他，骗子。他们肯定是被胡氏收买的，这种时候怎么会突然出现记者造势？他们追的是利益，就是他害的，就是他，毁的是心。而你们在这儿众生皆谤，神力将枯之时，是否还愿意相信我？骗子！他是个假的骗子！他就是江湖骗子！我信。我亲眼见过枯木逢春，亲眼见过你如何救助我父亲。我相信土地公，我们也相信。土地公把那假山神揭穿，让恶人得到了报应。我们也不瞎，更不傻呀。好，有各位成全，老小儿今日便是拼上神形俱灭，彻底消散这青毛山，也要我尔等争权。你这小老二倒是有几分俺老孙当年的脾气，不过吃了许多亏，也才慢慢悟出点道理。须知正道成仙要心诚，善假于物显真灵。大圣，这方圆百里青毛山你守得不错，既然你愿做舍身之举，那俺老孙便认你值得这最后一根毫毛的造化。记住了，你是福德正神，哪怕只是土地，却也不是什么野神假仙。若不能坦荡现身万众之前，那还当个屁的福德正神！这根毫毛原来是教我仙，身外化身，显化真灵，原来如此。人呢？他在发光，土地爷是真的，土地爷显灵了！真的是土地公！哎呀，土地公显灵了！有他说，土地公，土地公，土地爷，土地公，土地爷保佑！该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三神，你不是说百鬼夜神无人能破吗？为什么到现在一个死的消息都没有传过来？加大力度，给我弄死他们！胡总，那秦福德在拼命护着他们，他在跟我比消耗。我不管，我一年花几个亿养的你们这群人，不是听你跟我讲理由。我有冤魂，我要燕满仙的计划不被打乱。好，既然他想跟我玩，那我就跟他拼命。以我精血，祭告诸鬼，祭！我就不信了，给我死！
谢谢。完了，完了！2个土地公，神仙，这是真神仙呀！感谢土地公显灵，感谢土地公救命，感谢土地公显灵，感谢土地公救命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怎么能够同时护住上百人？司晨，你搞什么鬼啊？阵法呢？那些死没死？化身万千，那不是人，是真神，不是修行者。放你妈的屁！这叶半仙早就说过了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真神，不过是一些修行者和野狐禅罢了。你在骗我，你在找借口，对不对？叶半仙，他也错了。你告诉他，有些事情为人力能为。我去你妈的！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怎么可能有真神？神都是人造的，神捧的。各位，马上通知所有合作的媒体和记者，我要让他们连夜赶稿，把这2天青毛山发生的所有意外全部扣在土地庙的头上。我要让土地公这3个字彻底变成不祥的代名词。我要让他在这片地界上再也拿不到一柱香火。钱福德，你竟然爱当守护神，那我就让你尝尝被你守护的人唾弃的滋味。小伙子，谢谢你。啊，福德，你是福德？您记得我？哎呀，我是你王婶儿。哎呀，我记得你的模样，和30年前一模一样。我是不是死了才见到了你？福德呀！我一直想和你说，你爹妈还有秦家村131条命，冤呐！我这把老骨头活到现在，就是为了等个能听我把当年那事儿说明白的人呐！您说，我听着。30年前，就是滑坡前那晚，我办事从你们秦家村回来，亲眼瞧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在后山神神叨叨的埋东西。滑坡的声音一响，她就在那儿笑。
那笑声我记了一辈子。抓破了！这真成了，这真成。王婶儿，那地方你还记得在哪儿吗？就在村西头的山脚。我跟王家村说，跟警察说，没人信我，他们都说我被吓疯了。福德，那不是天灾，那是人祸。我不想让秦家村人就这么被人忘了呀。王婶儿，我记住了，秦家村永远也不会被人忘记。福德，快看，他们说土地公显灵了，都拍下视频来了。谁信啊？你看新闻说那是骗子。原来是你呀，福德。爹，他们像疯了一样，找了几10个记者，围着土地庙在黑您。黑我什么？就是颠倒黑白，说是您故意造成什么意外事故发生什么的。您不打算还击吗？还击是要还的，但我现在还有一些事情要做。什么事儿啊？为秦家村131口人，为你爷奶，为你娘讨回公道。找到了。嘿嘿嘿嘿，道长，这次全仰仗您了。只是我不太明白啊，咱们为什么要加大排污力度？万一被人抓到把柄，岂不是火上浇油啊？哼，你懂什么？你化工厂对岸的那些石雕看似普通，实则每一座都像钉子一样，死死地钉在了原本巨煞的龙口。这阵法被堵，煞气不畅，夜半仙闭关想炼的丹就炼不成。唯有加大排污，以极致的污秽之气冲破石雕的封锁，才能重新激活阵眼。至于那秦福德，道长放心，我已经安排了最顶尖的记者团，只要那小子一露出破绽，我就叫他身败名裂，被全城人的唾沫星子给淹死。可是我之前听见有人说他展现了分身。哼，切！这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分身啊？不过是些上不得台面的障眼法。我在云主麾下行走多年，见过的奇人异事不知凡几。那些所谓的天下英雄，在我眼里不过尔尔。你且放心去加大排污，我在这里把持阵盘。若有问题，我第一个用煞气冲杀了他。各位记者，既然你们想要我反正招灾之说，那我现在就可以为你们提供证据。但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采访的地点必须由我来定。胡总，那秦福德要带记者去水库现场，
咱们答应吗？这答应的。我倒要看看，在我的聚煞盘面前，他能翻出什么浪花来。他若故弄玄虚，那我就送他一程。那个混蛋本领不弱，我胡氏集团的左右相和军师均死在他的手里。今日若是可以，还望仙师直接诛杀了他。排污阀门全部打开，别管什么环保指标，只要让叶半仙的大阵运转起来，就算把水库填满毒药都行。道长，排污口都在水下4-5米的深处，不用担心暴露。就算他秦福德有通天的本领，也会被我安排的记者团口诛笔伐死。各位，按我所指，分立乾坤震巽等8个方位，架好机位，切莫错漏一处。不对，这方位，他怎么正好选在排污口所对的8个方向？这绝对不是巧合。这算是风水学的基础知识，不必担惊受怕。什么？不可能！8个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30年来，胡氏集团对青毛山水源地私设化工厂排污，断灵根，毁生机。今日果报相应，真相大白。秦先生，空口无凭，无论是市里的水质监测报告，还是我们实地采样的各项数据，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胡氏集团存在污染。你这是在公然诽谤！我不是指控，我只是想让你们看清楚，这水底下的孽债。地脉听令，水位下移，浊气现形。嘿！啊！哟，神迹啊！快拍啊！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水位怎么会被他控制？他竟然能直接调动地脉水气！快关闭闸门，中断所有的直播采访！快！真是神奇啊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对啊，是啊，众目睽睽，因果昭昭。胡剑，你还有什么好说？这是水库呀，丧良心的东西，狗日的胡剑！快拍下来，我们要集体去告他！对，去告他！去告他！告他！我知道，肯定是胡剑让你们停止采访，但是给我听好了，你做过的恶事，欠下的恶债，我会让你一样一样的还。好，信号中断了，终于断了。排污口，对，排污口啊！什么？早不坏晚不坏，偏偏这个时候坏。不是故障，此人道行确实不一般啊，竟能以神力直接锁死物理机关。不过，既然直播断了，这荒山野岭正好是本座送他上路的机会。万煞归宗，阴雷噬魂，杀！等的就是这个时候。既然
你们不愿意采访，那我只好另请高明了。是市里的电视台，快看快看！快！你好，齐先生，我们受林氏集团邀请，想专门对您进行一次采访，请问现在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先生，你这至宝煞气惊人，就连我这一个没有什么水平的人，都能感觉到它的威力。秦福德，你死定了！怎么回事？怎么打雷了？这雷好像不太对劲。那是谁？他死了吗？若他只是寻常修行者，此刻已万煞入体，神形俱灭。可我怎么感觉到他仍然站在那里？胡进，你准备逃避到什么时候？胡氏集团对水库的污染是从这座化工厂建成的第一天就开始的，而且变本加厉。如果没有对污水进行阻止，天知道青毛山的人们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噩梦。对呀，我们邻居好几个都得了癌症，肯定和这个水有关系。上次呀，听说有个姑娘来检测水质，就被打了个半死。胡氏集团真是坏事做尽了。有关部门已经下达了专项命令，从隔壁省市调来了专门的水质监测人员，目的就是为了看看多年来青毛山水库的水样监测中是否存在猫腻说。林勇，秦福德，你们这群畜生，是想让我胡氏集团死吗？先生，你愣着干什么？杀了他，现在就杀了他！还有那些记者一个不留。要是完不成叶百全的任务，我们都得完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急什么？本座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阴山秘术。哎呀！团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天谴，杀气击杀，受封真神，必遭天谴。这是真的神！你跑什么呀？你是云主的座下第一克星，你怕他？闭嘴！你想害死我吗？那是真神！你们这些修道的，整天神神叨叨的，什么正神啊？难道这世上还有3妻4孕、无房无老？道理是没有，但现在这天雷，它不是无缘无故劈下来的。我要是不在这屋里，我已经身形俱灭了，懂不懂？哪有可至于此？水库离这有10几公里，难不成他能打上门来？见识浅薄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我刚才就说过了，因果昭昭。难道你们觉得还逃得掉吗？鬼啊！大半夜撞见鬼了！胡剑，你该不是得等别人施展神通以后才感到害怕吧？不是吧？金山道人，你干什么？那可是云主座下第一克星！快，请出云主替我撑腰啊！快！上神在上，今日之事是我贪心不足，冒犯神威，所有罪责由我一人承担，请上神宽恕。你怎么不请出云主？云主是最厉害的人，你居然怕他？你想死不要带上我！你这种云主养的狗，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！
你还有脸说我那个叛徒？每个人的恶债只能由自己来承担，你担不了他的罪，同样，别人也担不了你的。今日之事，乃小道无知无状，冲撞了福德正神，愿自毁双目，以此谢罪。此乃去煞盘，可抵御煞气，控制风水。我愿将其献给上神，作为投名状。你山，你个反骨仔！你这样做，云主他饶不了你。不用云主，夜半协议出关，我就告你一状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就算我死无葬身之地，比你下场强。他是个聪明人，很果决，但小道愿下半辈子就留在青毛山，修桥补路，行善积德，只求上神给条生路。既有悔改之意，那便去土地庙前跪拜3日吧。谢上神宽恕。你们死人呐！狗叉，把他给我拿下！你看我干什么呀？有本事你现在杀了我呀！我为什么要杀你？杀死你的从来都是你自己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胡壮、秦初盛，还有你的军师和左右相，无论是有力气、有本领，还是有地位，你们从来都是不思反哺，只想掠夺。我不掠夺，难道等着别人施舍吗？老子血海里混出来就认这套，一时力遮眼，一生恨无期。你若只是个浮游，倒也没什么，可你是个神呢！秦福德，你不要觉得你有些神通，老子就会怕你，大不了老子一死罢了。老子还没怕过谁！哎，我是胡坚，领导啊，我是为了发展经济啊，我一定，不可能！明明打点好了上层所有的关系，他们答应过我会保护我的。为什么？胡总，出大事了！中医药大学的李院长联合了环保、质检、治安等6个部门，直接向上面发起了对咱们集团的专项调查申请。李长青，他一个搞学术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？李长青，他一个搞学术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？听说是王翔教授越检的事情惊动了高层，现在调查组已经进场，咱们所有账户和工厂都被锁定了。你们害了秦家村的人，又想加害我的孙子，差点害死了一位为国家科研工作辛辛苦苦几10年的教授，你们对此没有半点悔改之意。土皇帝当得太久了，以为这个世界只有青毛山这么大了吗？水质测量专家已经赶赴现场进行实地测量，全完了。胡建，你那高高在上的云主呢？他怎么不显灵来救你？还有，你那忠诚侍奉、视若神明的叶半仙，他此时又在何处？秦福德，你即使非要断我胡家的财路，要我胡氏集团陪葬，我就豁出去了。胡建，你都做了什么？听见了吧？啊！
他来了！夜半仙他出关了，欺负他，你的死期到了！等了30年，这笔血债总算是找到正主了。大仙！大仙，救命啊！大仙，救命啊！胡建，我布局30年，在这青毛山耗尽了心血，力求登仙之路万无一失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地脉煞气会大规模外泄？为什么我会被提前强行唤醒？是他破坏了你的好事，你在水库布下的阵法就是被他破坏的。还有左右侠客军师也都死在他的手里，我拼了命的请来了阴山道人，结果根本就不顶事啊，全都翻水了。左右相那2个废物死了也就罢了，连阴山那个老鬼都栽了。我叶半仙可不是泥捏的，这世上还没有我叶半仙怕过的人。我倒是什么大角色搞如此大阵仗，原来是个残缺之人。残缺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叶半仙哪里残缺了？你瞎说什么？我道为什么叫半仙？人皆有3魂7魄，而你只有1魂3魄，这算不上什么仙，更算不上什么人，反倒是孤魂野鬼。能击败他们，道行果然不浅。没错，我是只有1魂3魄，可这是成仙之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。若我告诉你，你这条路走错了，邪修邪术邪魔歪道，终究是一场空。闭嘴！我的法门可是独一无二的，待我吸干了这青毛山的灵机，我就是这方天地的主宰。果然是一脉相承啊！把万物生灵，甚至黎民百姓，当作鱼肉任意求索。秦福德，你死掉了！等下仙师就扒你的皮，抽干你的血，让你生不如死！但是在处理他之前，你要为提前唤醒我付出代价。我被提前强行唤醒，元气大伤，自然是需要一些补物的。而胡建你侍奉我多年，做了我最后的血誓，也算了却了你的一片忠心。他为你卖命了30年，信奉弱肉强食，可最后结果第一个被你吃掉。你们这种传承又怎么能够修成正果？这世间万物本就是弱肉强食，你指望那些愚蠢的凡人，本就是自误之举。这青毛山的凡人与这蝼蚁、草木有何区别？让他们用精气供养我成仙，那是他们的造化，有什么问题？多说无益。你站在芸芸众生的对立面，视天下苍生为草芥。既然如此，你我之间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。那就去地府讲你的公道去吧！百鬼噬魂，索命！什么？你居然能瞬间超度我炼制30年的月魂？你这是什么神通？作为青毛山的土地公，自有
对这些怨魂借以度化之责。身为福德正神，你这些邪修邪术只不过班门弄斧罢了。福德正神，土地公，你当我没看过《西游记》吗？那些受天庭敕封的神仙，根本就是虚无缥缈的传说。是不是传说，你一会儿自会知晓。你为祸青毛山30载，断灵根，害众生，这笔血债，我今日便跟你彻底清算。口出狂言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土地能接我几招。在这鬼雾之中，哪怕齐天大圣来了，精气也得被吸干。4品神力为何这么快？大家看，哎呦，是啊，这是什么？难怪那个老太婆居然真的会施法。哎呀，怕什么？我爹可是土地公啊，哪有正神怕这种邪修的？保佑土地公，土地公是不会错的。那叶半仙是胡氏集团的人，不说害死了青毛山多少人，上次差点把我和我导师都害死了。这种时候，当然要给土地公多烧一份香了。你竟然敢用百姓愿力加持自身！你真以为那些百姓能念你的好？你给他们再多，到最后也遭他们唾弃，你就是个傻子！受百姓愿力，自当为百姓做事，辱骂唾弃，证明我做的不够，但证明不了我做错了。胡扯！那是你一厢情愿罢了。只要我登阶成仙，你和他们一样都是蝼蚁。30年不绝，就在今日，银沙大战起！我精心凝练的煞气，怎么连抽取都这么困难？你吸取煞气多年，就是为了炼制仙露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仙露确实有，但要看炼法。不把黎民百姓当人，用污水刻意去制造煞气，让百姓遭殃，荼毒土地，满是怨气形成的仙露，能有什么好处？好处，只要力量够强，恶果亦是仙果。30年煞气凝练，就在今日，虽尚未圆满，但我一招服下，实力大进一甲子，拿什么跟我斗？所谓自食因果，便是如此。死到临头还嘴硬。距离我登仙只剩最后一步，但在此之前，先让你尝尝这30年煞气的厉害。阴山道人这个杂种，连我赐给他的法器都送给你了。他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这东西因果深重。你当初造它，就是为了今日登仙之用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天下，我好不容易聚集的煞气，该死定性！我自封仙脉，我看你怎么抽取！那你就不怕1刻之内你会气血不通而死吗？你竟然逼我到这地步，看来我已经没有选择了。你真以为我这30年就躲在山洞里苦修？为了长生，为了修仙，我的手段你根本想不到。钱福德，你以为我修行30年，以这青毛山为阵，就为了炼制这点仙露？这什么人啊？快拍！恭迎云主。他
居然亲自来了。这人是谁呀？怎么这么大排场？是那个京海有名的云主，听说许多人都供奉他为仙师，手腕通天，权势惊人。他为什么会来？难道是给那个疯老婆子撑腰？可是老神仙好像一点都不怕他。现在你再求饶，可来不及了。钱福德啊，你虽有神力，但双拳难敌四手。如今云主亲临，又有4大护法在此，今日这青毛山便是你的葬身之地。你这云主为何一言不发，还蒙着眼睛？云主岂是你能质疑的？京海名流圈子，谁人不知？云主从不轻易开口，开口必断人生死，从不以目视人，唯恐见者被法力所伤。你若够胆，便被云主直视也试试。哦，哼！放肆！敢侮辱云主，给我打！慢着，你们难道没有发现，你们侍奉的这个云主根本就不像活人吗？难道你？啊！哼！我道云主是个什么厉害角色？原来闹了半天，是你叶半仙谋害活人的又一罪证。给我杀了他！啊！叶半仙，你是不是受重伤忘了？这些保镖只听云主的话，而不是你的。杀了他！啊！云主，您的声音。你们是不是感到奇怪？云主说话，但声音和叶半仙一样。其实他们本就是同一个人。什么？这……哼！你竟然看出来了！叶半仙，我道你为何只有一魂3魄？原来是强行将魂魄分离，在外边找来无辜的女子，以她之躯作为魂器，在外面修炼法术，祸害众生。待功法圆满，再和本体相融。就算你知道又如何？为了今天，我怎么可能只上1道保险？胡建那个废物，失败就失败，只有我自己的灵魂才是登仙之路的依仗。30年闭关，凡人之躯怎么可能承受得住？所以我早在30年之前便挑选了资质最好的女人，亲手毁去了她的魂魄，让她成为我最好的容器，为的便是今天。此时此刻，便是我的登仙之时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还差最后一步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截断青毛山灵脉，聚拢煞气，想要长生，想要登仙，想要用煞气为自己汇聚仙路，甚至还为自己准备了一块福地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让秦家村131口人死于山体滑坡的时候，可曾有过半分的悔意？哼，悔意？我只知道那是我注定的福地，他们的命关我什么事儿？你且认下这罪便好。你要知道，我的父母，我的妻子，皆死于你手。什么？云主到底在说什么？是我杀的又如何？对，我是杀了秦家村131号人，他们该死，他们天生就该被我杀，你们又能奈我如何？我即将升仙，你们凡人又能奈何得了我？是他居然是故意的，他害了秦家村所有的人呢！快报警抓了他，不要让他跑了。可是他好像已经疯了，不对，他飘起来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只能祈福老神仙了。快，走！神仙保佑，神仙保佑啊！土地公保佑啊！土地公保佑！对，保佑！保佑！最后一步，还差最后一步，登仙之路即将完成。
百姓有念，3品神力圆满，金身已铸，我定不辜负尔等期望。怎么回事？我的真言为什么不听我的号令？你的罪孽缘尽于此，一魂一魄皆藏于此中。你将秦家村的怨魂炼化成你的福地根基，如此残忍，罄竹难书。为什么他在你的手上？把它还给我，快还给我！你本是修仙之人，贪婪成性。30年前，你于青毛山地脉定下邪咒，制造山洪滑坡，害我秦家村131条性命，此为罪揖。30年来，你隐匿于幕后，助胡氏集团断灵脉、污水源、夺生机，使万民如草芥，使生灵为血食，此为罪2。你强拆魂魄，夺女童之躯为魂器，借尸还魂，欺瞒天地，此为逆天而行之罪3。今日吾以土地正神之名，判入神形俱灭，业火焚身，永世不得轮回。不，我是仙，我是未来的真仙，不可能！我求求你，把它还给我！我愿意做好事，我愿意赎罪，我愿意把青毛山恢复，求求你了！已经晚了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爹娘媳妇儿，秦家村的父老乡亲们，罪魁祸首已经神形俱灭，我替你们申冤了。你可得注意身体啊，千万别感冒了。妈，检查报告已经说了，我现在身体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！这几天我一直在安排村民体检呢，多亏了土地公的庇佑啊，是才保大家安然无恙啊！土地公说的对啊，海水冰寒，需森木化解。我前半辈子伐山修路是债，这后半辈子修桥铺路是还。青毛山生态修复基金每年再追加5个亿。多谢土地公，感谢山神，土地公，感谢山神保佑我们平安，感谢山神保佑我们平安，感谢山神，山神庇佑。多谢土地公，多谢土地公。店长，车少，怎么还带着这么多香来啊？青毛山草木恢复，这草药的效率还大幅度提升，课题已经获奖了。我们呢是专门来感谢土地公的，全依赖土地公神力恢复。青毛山现在啊，旅游草药全国闻名啊！哎，这个人怎么这么熟悉啊？还有点怪。哎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好小子，3根毫毛用完，又成了2品正神，你可悟了什么？回大圣，正果不在天庭位列仙班，而在百姓。1碗清水，1炷清香，守一方水土，护一方平安，这便是小老儿悟出的道。可想1品金身，正道金仙。我和百姓在一起，百姓愿意，我便愿意；百姓不愿，我便继续努力。好一个福德正神啊！大圣。